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魏牌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上市发布会的直播间。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主持人韩寒，非常开心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了。那这次呢，我们共同见证魏牌全新蓝山的智能进阶到底有怎样的进阶，又带来了怎么样的不一样的智能呢？那在这里，我们与大家一一揭晓。那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约嘉宾车圈小师妹，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车圈小师妹梦琪。刘总好，主持人好，欢迎我们的梦琪啊。那刘总好，欢迎我们的蓝山产品总监刘鹏凯，凯哥，欢迎凯哥，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蓝山的产品总监刘鹏凯。欢迎啊，欢迎两位。那小师妹呢，也是我们蓝山的老朋友了，而且是2任蓝山的车主。所以说这次的进阶其实相当于在你家的车的基础上进行了这个升级，对不对？对。如果说找一个人来诠释蓝山在整个2年期间的体验的话，我感觉小师妹真是就非常适合。对，因为有2台了。2台的具体的体验呢，我们晚点给大家一一去分享。但其实在这之前呢，我准备了几个 COT 的这个卡片啊，那在这里与我们一起共同见证之下，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卡片让你更清晰的感受到我们这次的这个进阶到底是怎么进阶的。上来先考试，上来先考试，你别高兴的太早，这不光是等会儿也有你，也是对你的考试，重点是对你的考试啊。来，朋友们，来当，我们先看第一个卡片啊，这同时也是第一个场景。我也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看一下问题是什么啊？这个狭窄的小路应该怎么开呢？作为我们的老司机，梦琪你会怎么去开？我觉得如果是老司机的话，肯定是在这样的路，你得先减速。把速度降下来之后呢，在这个随时准备就是要让行啊或者停车，以防这个有万一的各种路复杂的情况出现。先减速，然后再让行，再慢慢通过，对不对？是的。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这 COT， 我们的 VIOA 里边的其中一项，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答案啊，这是前方路口盲区窄路行驶，防御性减速。所以我回答的是对的，你回答的是对的，但是凯哥难度给到你，咱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图片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图片里边有一个红色区域，这个区域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在2栋房之间有一个胡同，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它是有一个盲区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平时我们驾驶员人开车的时候，肯定会习惯性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就是预知，对于老司机说，对有一些预判的。会思考，然后我们会减速就是为了就是速度降下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一些突发情况，就能够提前去预判，提前去处置。现在呢，我们的 VLA 现在就是主要是做到一个防御性驾驶，就是要在这些盲区的位置把速度降下来，给我们的驾驶员以及辅助驾驶一个更好的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些情况。OK， 没错，其实相当于他也会思考了，对不对？对，他也是会思考的，看得见。对。那说到这里，我们看看第2个这场景的设定啊，我们这 COT 卡片是什么呢？其实说实话，现在啊，比如说像保定，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了。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的话，就是没有红绿灯的丁字路口，我们该怎么去行驶？梦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慢。就是把速度降下来是最安全的，然后第2个就是要观察，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说盲区的这个行人等等的，然后再通过。就是总结而言，梦琪刚才说的就是1慢2看3通过啊，这个小法则记一下。但是呢，有了我们 COT 之后啊，看一下我们这个解答。那如果说遇到这个没有灯的丁字路口的时候啊，防御性控速要控住了。那所以说我们是怎么辅助大家进行防御性控速的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的话，它边上。是有一些植被或者是一些隔离带的盲区。对，这个盲区，而且我们一般出丁字路口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就是我们的非机动车道。这个时候呢，因为没有红绿灯嘛，所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有非机动车或者是行人穿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速度慢下来，一定要慢慢的先观察，然后再通过，这是最安全的。对，没错，这个是告诉大家的一些方法。但是如果说您有我们的魏牌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的话，他会这么想 ，VLA 他会这么想。VLA 大模型的防御性驾驶，就是他能够看到这个场景啊，他知道这个位置要减速了，要把速度降下来，要去观察。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到这第2段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什么叫做科技改变生活了，对不对？对。来，我们看一下，还有第三个场景啊 ，COT 这个设定呢，其实难度又升级了。但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可能在一些3、4线的农村也会有这种情况。没有这个红绿灯的丁字路口，再加上人车混行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开呢？梦琪？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要保持低车速。然后我会带着一点点的低速的这个速度，然后注意着盲区，慢慢的通过。依然是保持低速啊，没错。那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 COT 的这个答案啊，没错，就是如同刚才梦琪所去说到的，比如说前方路口啊没有这个灯，同时前方还有人，那依然要保持防御性的控速。是的。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原理是什么呢？哎呀，这里边其实和前两个场景它的基础原理是一样的。VLA 大模型呢，它这套语言模型，重点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防御性驾驶。是的。以及对一些特殊情况的理解。这里边其实我还要对我们的 VLA 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就是 VLA 这套大模型呢，它是基于我们的端到端大模型，在我们的旁边又增加了一个模型，叫语言大模型。这套模型它的核心价值呢，就是它能够对现实环境的一些场景能够理解，然后基于这些理解呢，然后它能够提前去把车速降下来，去做一些预判，然后给我们驾驶员以及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更多的时间去处置这个特殊场景。这里边有4大能力，我们说啊，一个是语音控车，一个是 COT 推理卡片，再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防御性驾驶以及特殊场景的理解能力。这就是我们蓝山智能进阶版的 VLA 的4大能力。OK。4大能力其实已经是跟大家去说了一下。那我觉得其实可以我们去聊一聊，因为确实梦琪和他的家人啊都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的车主，而且据我所知，这应该也开着我们这辆车真的去开着出国自驾出国了，对不对？经验跑了非常的多的公里数，跑了非常多的公里数，我觉得应该比普通的朋友们啊，可能拿到车的时间要短的情况下，也依然跑了很远，对不对？就是我们之前跑过一趟，我其实跑过2趟长途，第一个是从杭州开到广州跑过一次，然后另外一个长的就是从西双版纳，一直经过老挝，开到了泰国的清迈。就跨3国，然后这中间就是有一个老挝的这一段路就特别的糟糕的路况，因为就是年久失修就没有修过，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货车可能就是一直压出了很多的炮弹坑，就很难走，然后又是山路，且那天晚上我们是开的夜路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没有路灯吧？没有路灯，不会有路灯，纯靠咱们的路灯。这次咱们还有小蓝灯。对，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里边调教不好的话，这个整个驾驶的过程中会非常难受的。所以那会儿应该也很辛苦啊。其实还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保障的点啊。第一个，我觉得4驱真的非常重要。对，通过性。对，动力性，对，还有稳定，因为4驱可以带来更多的稳定性。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城区，它的辅助驾驶就很好用。是的，对，这个是一个维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平时测评特别多的车嘛，那其实我们摸到的都是新车，然后我们可能试驾就是1-2天，但是就是这台车我们一直在开，然后2年多了。就是它的车机的稳定性很重要，就是智能它是一个显性化的东西啊，但是长久的它的稳定性2年没有什么卡顿，还是很丝滑，没有出过什么 bug， 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对，这就是其实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里边，就是车机的东西，就是按照车规级去制作，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消费品，说只要体验一下，然后我们就不用了，不是这样的，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需要长时间去打磨的。我们在整个软件过程中有一个测试项目叫冒烟测试，这个能听，这个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它是通过电脑去一直点这些功能，一直点，是几十万次，上百万次，人为的点到，我是用电脑模拟，对，模拟去点，就点到冒烟为止，就类似于这种，一定不能出问题。
就这样。所以说，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无论是我们的这款车，还是说是长城旗下的其他的很多的车，其实每一次都是，哪怕是家用的，我们也会去拿去做这个极寒呀、极热的测试。就连我们这个长城总部里边都有这个测试的这个空间。是的。所以说，其实每一个都代表了我们的这个对用户的这个用心程度，因为哪怕有1/1000、10000000%的概率，我们也希望给这批用户可以带来一个保障啊。是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每一台车，其实它背后都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测试项目和很长时间的这个，我们的安全性啊，包括我们的操控稳定性啊、动力性啊等等调教啊。其实是为什么说每一台车它从研发到量产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方面了。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吃亏的，因为这个可能消费者一开始是感受不到的，对他感受不到，也挺难。比如说很多安全维度，可能要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这个事情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发生了，你会觉得很安心，是的，这个就很重要了。这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叫日久见人心嘛，日久见人心。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就连我们的长城品牌好像一直以来给人的这个感觉就是很踏实，对，就像河北一样，对，就像河北一样很踏实，像一个非常值得依靠的这个老大哥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款车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哈。所以说，那除了这个字面还有表面给的时候的感觉以外，其实是很多车主的反馈。是的，每一个反馈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在用心做的过程当中，最后带来的效果啊，真的很让我们满意。那其实说到这个效果满意，我们 VLA，如果简单而言的话，就是这个辅助驾驶这方面，我相信对大模型嘛 ，VLA 大模型，其实我们这次升级了，不仅是大模型，还有就是，当然它有它的那个我们升级的那个芯片，升级到索尔油700 TOPS 了，对，还有我们就是我们的那个小蓝灯，还有电容方向盘。这个小蓝灯那个一会儿导播老师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他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特别漂亮。对，是我们经过精心打磨，就是选了好多个方案，然后选了这个小蓝灯这个配色。而且这个颜色啊，跟一款这个某某钻石，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回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方案啊，是非常像的。其实这个也是选了非常久，这不是说大家能在这个色板上面一下子就能对标出来的。对，那其实也是代表我们的用心程度，希望把这个所谓的价值带给大家。它是一个绿色转蓝色，而且更偏蓝的一个颜色。它的颜色特别像帕拉伊巴碧玺的颜色。哎呦，对，好，这个颜色其实，这个宝石呢，它的非常珍贵，它的年产量应该是只有钻石的1/1000。哎呦，所以说非常珍贵，而且它代表的寓意非常好，代表了智慧和守护。哎呀，哎呀，那不就正好？这不就是咱们这款车吗？守护，这不就是咱们的初心吗？对不对？对。那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你看，梦琪肯定也很好奇，为什么就是在这个辅助驾驶上这么的下功夫呢？咱们怎么就死盯着这事儿呢？其实这个事儿的话，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在9年前我们的品牌建立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安全是一切豪华的前提”。安全是一切豪华的前提。所有的事儿要基于安全去做。就是这个大模型，基于以前的辅助驾驶能力，其实它最大的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安全性。那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就 VLA 和之前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一次有什么加持，包括芯片、算力有提升等等？对，算力的话，我们用了，现在是升级到了索尔优的芯片。之前是欧润 X， 它这个算力是提升了176%，就是从254 TOPS 对升级到了700 TOPS。这个整个芯片能力上来之后呢，我们这个辅助驾驶它其实是会更丝滑一些。对，就是刚刚说了 VLA，它其实中间加了一个 language 的这个过程，语言大模型过程。对，它是2个大模型放在一起，然后一块儿去使劲。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端到端加上一个语言大模型。是的。然后可能语言大模型像我们平时用豆包什么，它要思考嘛，那就会比较的吃算力。所以说芯片跟上了，也对后面。对，就是如果说想要上这个大模型的话，它的基础算力至少也得达到500以上。但是500只是个起始点，但是其实我们平时用电脑的时候也知道，如果说内存上到了90%以上，其实它会卡顿的。所以说我们上面还是要有空出一些算力，做点冗余。对，一定要冗余。所以说整个而言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给大家往这个顶端去走了。
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个 language 语言，那其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模拟到是真正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有小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家庭去使用语音呼唤的时候，这个语音呼唤这方面，我看他们很多人也说很方便，对不对？就是我们家孩子，反正就是上了车之后，就是说小魏同学打开后排电视，我觉得这个肯定有共鸣，就有很多孩子就是现在玩的特别溜。那其实也会担心，就是因为我刚刚咱们有说有语音控车，对，比如说可以说，小魏同学这条路给我开快一点，或者说是这个前方超车变道啊这些，超车，通过语音的这个行为方式来执行这个口令。所以担心的是后排小孩也觉得特别好玩，说小魏同学给我超车，那你看，这就是这个科技的这个双面性。所以说咱们有这个防御吗？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咱们蓝山有6个座位，每个座位都是独立音区的，所以说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功能的时候，只允许主驾就是打开这个功能，就是使用这个功能。再一个，我们还有我们的就是声纹识别，录了我们的声纹之后呢，其实它只能识别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声音。还有个我有试过，就是挺多的车啊，其实你通过一些很随意的这个唤醒是不行的，所以语言的规范化，对这个语言的规范化也很重要，就是你可能就是特定的这个指令它是可以。这个指令的话，目前我们也是就是接近于我们常规说的话，但是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对，因为这个要规范化，得有严谨性，不然的话我们正常聊天呢，然后他理解错了，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触发的场景，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必要的。是的，也就是说，相当于目前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这个规范性也好，还是说最后我们所担心的，万一不同的分区或者不同的我们的人类啊，去给大家做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种风险？我们也都考虑到了。但是当然，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我相信无论是算力也好，还是 VIO 也好，可能也会做到一种就是可以智能去分辨你到底在聊天。还是再去喊我？对，我这有对，是的，其实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这个能力的话，就是我们为了更安全，然后去做了这个。所以还是安全是一切豪华的基础。对。那刚刚其实也去说到了，说我们这次带来了怎么样的这个更好的升级。梦琪其实点到了一点，是我们马上要告诉大家的，那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比如说 HiFi， 我们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惊喜。但是现在因为之前已经有了，那目前又出来了个 VIOA 再加上 HiFi， 那简直是一个黄金搭档啊！对，黄金保值，这很保值啊。这里边其实它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非常合适。做一个类比吧，就是 VLA 可能就是我们在那个比赛里边，赛车比赛里边，VLA 就是观察员，对，然后 HiFi 呢就是赛车手。HiFi 是赛车手，它是一个组合，然后一个是观察路况的，一个是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个是大脑，一个是双脚，对，四肢啊，大脑和四肢，它是协同，对，协作的，它是，是的，所以说其实有了这些之后啊，我相信可能我们再去开这款车的时候，它不仅是智能的进阶了，可能马上趋于就像好像有一个真的一个机器人再去帮我们一样的感觉。当然，我觉得带来真的好的体验才是更好的。既然提到 HiFi 了，其实这里边还是想要跟大家再说一说的，因为我们这套 HiFi 系统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套系统。我们是用了 HiFi 性能版，这个 HiFi 性能版呢是专门为中大型车型准备的。它是一个4档动力，它是一个前后双电机，包括发动机，就是一个3动力源。这个动力系统这么布局呢，它能够实现前轴和后轴和50:50的一个黄金分配。所以就更稳定。对，会更稳定。对。而且的话，我们还有我们的 ITVC 扭矩分配，能够实现单独前轮和单独后轮的这个驱动。就是这一套放在一起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好用。而且就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亏电的时候，你能理解吗？我能理解，就是我其实上次去泰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刚刚其实说了这个4驱的问题啊。对。其实还有个点就是，其实因为它的整个 WLTC 有1343公里，所以说你不需要为这个能耗，或者说因为能耗也本身很低啊，不需要为补能去做任何的这个忧虑，因为确实不好找。其实不管在老挝还是在泰国，都挺难找这个充电桩是吧？就甚至加油，其实你也会担心这个油品的问题。是的，对，这是很现实的。所以它整体这个 WLTC 的亏电油耗是6.5升，我觉得那就很省钱。是的，这就是在能去帮大家的基础之上，给大家把这些所有的功率都给大家去拉满。对，其他的 HiFi 它的其实最大的优点就是体现在亏电方面。就是有电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完全当做一台电车来开。然后没电之后呢？
相比于增程啊一些其他的一些动力组合呀，这个 HiForce 系统首先它这个动力衰减会非常少，就是没电的时候它的动力性也非常强，因为它发动机我们有4个档，能够在1档的时候就可以介入。对。就是像我们的4驱还有雪泥沙的时候，它是可以实现全速域直驱的。哎呀，你看这些，大家有机会啊，亲自去体验一下。我一让凯哥去讲啊，对他自己的东西滔滔不绝，讲不完来啊。那这样，咱还是带大家去到我们这个智能的家里边去感受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刚刚进来，那刚进来正好去下定咱们的蓝山的智能进阶版，那里边到底怎么样呢？冰箱、彩电、大沙发如何？我们一起进车看一看，好不好？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车里去感受一下。下面的时间，我去到副驾，您2位去到2排，我们来到这个车里边感受一下。哎呀，梦琪进来之后是不是有熟悉的感觉？就家的感觉，太熟悉了，因为很巧，它的这个外观的颜色，沧浪青和内饰的这个颜色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这个选择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目前销量最高的就是这个配色，而且它既不是特别容易脏，而且还特别温馨。对，是的。然后我比如说我带入我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就每个礼拜天我都要接送娃去辅导班。然后呢，我在商超就会停车就等他，然后我不会去逛哈，我就在车上，有时候是办公打电脑，然后我就把这个小桌板打开，开始敲电脑。对，其实这个时候，平时有一个非常大的很多时候有一个痛点，就是回去吧，可能这个时间你还不到加拿大就该回来了。对。但是如果说一直等的话，可能这个时间，也会浪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小桌板的话，可以，也不光是小桌板，它是全维度的。比如说这个遮阳帘，物理的遮阳帘，包括这个电视，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女王副驾或者后排这个零重力，其实都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舒适的休息空间，就是让你在车上的时候更舒服。对，其实蓝山的整个内饰啊，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圆角设计都是那个经过精心打磨的。小孩就不会，对，小孩不会磕碰，而且这个通道也非常宽。对，能达到一个42号斜的一个宽度。小朋友1.2米小朋友可以直接站起来，然后正向走到第3排。对，是的。我们家这娃之前就是很喜欢，我们家反正娃是最喜欢坐的是3排。3排。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之前可能会觉得坐3排好像还挺委屈他的，后来发现他乐在其中。他说我离你们远远的啊，对，坐在3排又宽敞，因为3排其实坐人还是挺舒服的。3排这个空间还是可以的。然后有座椅加热。对，有座椅加热，充电，能充电，背托。最主要的是你是不是老催他写作业？对，远离小桌板，远离小桌板啊！而且你看，如果说冬天冷了有热饮，夏天还有小冰箱可以给大家去进行。对，这个冰箱其实挺好用的。这个冰箱放在车上面，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能达到零下就是-6度。6度，它是-6度的话，就是低于0度嘛，它就是更快的去降温，然后像冻一些我们饮料啊什么的都可以的。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喝热水了，对，或者说温那个奶，就是奶粉，是的，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里宝宝比较小的，放一些辅食啊，放里面的话，要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对，出去玩的时候你要这个吃的中饭什么的就不会冷。你看，我觉得梦琪绝对是啊，这真的是自驾绝对是有过这种体验，因为都知道随身要携带，要住在里边，要吃在里边，几乎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啊。而且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后排的移动屏，哎呀，想象一下，女王座驾一放倒，零重力座椅一放倒，而且后排啊，老人小孩都可以看着电影，也不哭不闹，好像很幸福的画面哎。对不对？而且它的那个彩电是有彩电，屏幕大彩电，对，大家都说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冒烟彩电。对，前面这个屏幕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讲究的。我们这3块屏幕吧，算是前面2块，后边1块，前面是2个是2.5K，后边这个是3K 的，它是经过双蓝焰认证的，对，就是无蓝光，不掩。对，就是低蓝光无频闪。对小孩，我觉得家长还是挺在意这个点。是的，就是现在其实我发现现在好多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小学以后都戴眼镜了。就是我们小孩他们班里边接近有1半的小孩都戴眼镜，而且就有一些是可能是
护目的，有一些是那个真正的有近视了，就是。但是小朋友说我爸爸也戴眼镜，凯哥是怎么回事？是我戴眼镜，那是高中以后的事了。高中以后的事啊。当然，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这个屏幕也得跟大家去说一下啊。您可以看到这次是我们的这个发布会的这个大屏幕，但是它好像是一张照片，哎，木吉你看到了吗？它应该就是刚刚咱们说过的 AI 拓展，是不是？是的，这是我们的拓展出来的。这是我们的主 K 位，它其实它的比例和这个屏幕本来是不适配的，可能是4:3。它也是一个宽屏，但是它那个是更适配的我们那个发布会的大屏，那是个特别细长的一个屏幕。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图片放在车上，当然孟琪老师肯定是没有问题啊，他是干这个干这行的，你 P 个图什么的肯定没问题。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不在行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功能，它可以自动依据于 AI， 对 AI 可以替我们去干这个事。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拍的照片，是竖屏的，比如说哈，对，然后你就可以通过手机互传到屏幕，是的，屏幕再给你拓展成一个超横屏。对，就是这适合这个比例的。就是其实这个跟我们平时用手机设一个壁纸是一样的，想用自己的孩子呀、家里边的一些全家福啊、全家福啊等等一些都是可以的。对，就是其实这个画面也是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如果说真的是全家福在这里，那这个家啊，有这个全家福摆着，然后有床哈，还有这冰箱、彩电、大沙发，就很温暖，很温暖。当然，其实还有一点，为什么又给大家切到这个屏幕了呢？因为如果说大家老人坐在后面，可能有的有晕车，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升级，是这一点的话，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坐在后排，尤其是坐后排啊，看到屏幕的时候，前面还好，因为有参照物嘛。有参照物，就是我们这个车在运动的过程中，然后我们能看到外边的这个外面是动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不会晕车。但是如果说我们打开电视啊，正在看视频呢，但是同时车在动，这个时候眼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不一致了。就会有一个冲突，感官冲突。没错，这个是晕车的原理。那我们解决方案也给到大家了，因为现在大家如果说使用苹果的朋友们，可能有这个使用苹果系统，对不对？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防眩晕。我们也给大家来去演示一下。对，大家可以点车辆运动提示，在苹果手机里边，我们叫运动舒缓。大家可以翻到最下面啊，你看副驾屏，运动舒缓显示，对，后排还有后排屏都有的啊。开启了之后，大家会看到，此刻呢，是的，这几个是参照物。比如说，我们到处晃一晃，在这个晃的过程中，它会跟随着整个水平再去晃动。它是依据我们车机里边的陀螺仪，就是车向左转的时候，这些点类似于对向右，像离心力一样的，告诉我们车在运动。这个时候的话，会潜意识的提醒我们，车在转了。这个时候跟感受到的一致，就会减缓这个晕车的感觉。没错啊，你看这个原理，其实我发现了有科学依据的。每一个产品总监都可以当一个科学家了。对对对，因为科技改变生活。这个你们有点太过奖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车里边的，如果说大家想去感受，因为确实跟我们之前蓝山的差别不是特别大，都是在软件上面。但是呢，跟着蓝山走，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我们这次大厅啊，也给大家带来了2款改装车，这是凯哥说必须想带你看一看的。对，我一定要带你看一看，这是我们2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版本 Coffee LS 4.3会3.4会什么时候升级到我们的车上？现在我们已经在测试了。OK， 好，大家也期待住，该问的我替你们问了。好，大家期待住。那这样咱们也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改装车，好不好？好。来，那我们下车去到我们的改装的地方看一看。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发布会也将正式开启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展厅里边也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络绎不绝的去观看我们的这个展车。对。但是呢，在这里映入眼帘的，我相信更让大家吸引注意力的是我们的改装黑武士，对不对？我们把它放在了最前面2个车。没错啊。来，凯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吧。改装的这款车呢，首先是我们就是用的我们一个黑武士的版本，然后呢，我们也是基于刚才其实莫奇老师说了，经常去郊游啊，或者是露营，然后我们就是在车顶加了一个行李架，对，然后放了2个箱子，而且加了一个边罩。没错，对，如果说出去的话，我们还在旁边还摆了这个一些设施啊，桌椅啊，然后可以用我们的对外放电。对，我看已经插着电了。对，烧水、做饭都是可以的。是的啊，其实这个画面没给大家展示全，因为在后面我们给大家摆了这个露营椅呀，然后还有这个整个一个围帐啊，然后还有这边还有上去的一个梯子，所以说其实设备非常的完备。但是呢，我看这边有朋友过来了，那这样吧，咱先去到那边好不好？好，因为这是我们的改装黑武士，很好看。如果喜欢酷炫的，您按这个方案来。当然呢，如果说向往诗和远方，想去大海，然后想要去滑雪的，我觉得马上我们的这个改装的蓝白，您一定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这个颜色也是配色，真的是这个撞色非常的好看。这属于观感啊，大家可以给大家提供个参考一下。这是一个思路啊，这个是我们也是。在发布会之前，委托我们的一些朋友，然后为我们出了一些方案。他说这个方案比较好，就是他们当时一个主题，这个叫一个赶海者。赶海者。对，当然赶海者。现在就是冬天嘛，冬天可能赶海不太合适，那我们就放了一个雪板。所以说这个也可以滑雪。还改了个 XT 胎，而且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胎。这个轮胎，我们特意换了一个 XT 的一个胎。这个胎的话是介于 AT 和 MT 之间的，它是一个越野胎，所以说平时跑一些沙路啊，还有一些。相对稍微不好的一些泥泞的路段是没有问题的。哎，这个轮毂很好看，很好看，这个白色的配色非常好看，真的是很符合女生的这想象。我觉得男生如果比较喜欢清新一点的话，应该也挺喜欢的哈。其实说实话，开着它，如果说去到这个滑雪。那毋庸置疑，难以想象，你绝对是这个雪场最靓的个仔啊！我们见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保定来滑雪吧，好不好？可以去狼牙山，也别去崇礼了，好不好？来保定直接出发。是的，而且其实到这里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模拟了一下，如果说大家想去开这款车进行滑雪的时候啊，那场景是怎么样的？是否能装呢？哎，可以看一下啊。我觉得梦琪应该很有这个发言权。单板，如果双板其实它也放得下。对，双板可以放。双板在上面呢。对，我们放上面去了。对。然后这回还有个新增。是我那个没有的2.2千瓦对，这个2.2千瓦的一个220伏电源和家里边的我们那个常用电源是一样的，功率也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实用，对我来说啊，就是因为我在车上办公，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车上办公的爱插大头是吧？真的很常见。然后电脑的充电器啊，你这个电源直接插上去会更快一点，因为适配度高。其实我们其实前面有2个60瓦的一个 Type C， 但是最好还是用到原装的这个适配器。对，就插电比较方便一点。是的。然后我之前还有这个经历，因为我之前喜欢骑行。就是公路自行车，对，然后我会把这个3排放倒，我还有一台轿车，但是轿车就没办法，因为你把后排放下来，那放自行车肯定放不下呀。对，就不行，只能放车顶。但车顶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太难了，太高了。对，所以我就把3排放倒，然后呢，我把前轮卡在这个过道上，可以放2台。对，就刚才我说的那个过道，它有一个42码斜的一个宽度。42码斜，你这不是42码270，就2个轮胎是可以放下。对，可以把车立着。放进去，对，没有问题的。之前我们试过的，是的。所以说，你看，其实有了这款车之后，可以承载你的所有的这个运动的梦想、运动的爱好。对，这也是我们想说的，其实可撑可也，完全可以给大家去实现到了啊。那除了这个之外，里边尺寸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因为这款车的这个颜色改装完了之后，不太像它那个5开头的哦。这个车的话，其实还是挺大的，5米5156的一个车长，1980的一个宽度，将近2米的宽度，而且1.8米的一个高度，而且它的轴距非常大，是3050的轴距啊。整个内部空间的使用率超过了2.5米。这个宽度就是内部使用率，得房率也是非常高的。得房率很高。对，我们都用得房率。对，得房率。你看看，就是大家把它买回去，咱们又把这个家又给大家具象化了啊！用我们这一台车啊，让您得房率也高，里边不会多占用您一点空间啊。对，而且是第3排的，第3排像一个就是1.8米的大个儿，然后进去之后一点也不感觉压抑啊，就不像小板凳。对，而且我现在开始浪费电，开始座椅加热。
自己加热。这其实也不浪费电，因为其实很多浪费不了朋友多少都在担心说，我如果说外放电去煮火锅会浪费，是不是太多电了？这里我们也做一个官方的回答吧，好不好？这电到底费得多吗？其实，一个电磁炉的话，应该大概在1000多瓦吧。如果1000瓦的话，按这个使用的话，1个小时1度电。那我们车里边现在有小版本的是44.5，大版本是52.3。这个出去露营野餐的话，烧个2、3个小时，其实不怎么显，不怎么显，对，不怎么显看得出来，对就可以尽管用。因为确实有很多人问说，你这个外放电会不会很消耗？那其实不是，你就尽管的用就行了。而且它可以原地驻车发电吧？对，如果说电量，比如说我们用纯电去到了目的地，然后这会儿电不是特别多了，还可以原地启动发动机去发电，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是的，是的，其实使用起来，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像我们的这个全新蓝山的智能进阶版，不知道梦琪下不下定啊？如果下定的话，可以办。催我买第3台，这 KPI 算我俩同时算，咱俩准车主了。咱准车主了，也期待你开着我们的这个全新蓝山的智能进阶版，可以更进一层，事业更上一层楼，好不好？那最后再给大家送几句话吧，梦琪，然后接下来就去我们的发布会现场感受更多的惊喜。首先我觉得对于蓝山是很喜欢的一台车啊，就各个维度吧，不管是 Hi4 4驱，还是它的空间舒适度，以及我刚刚说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叫。扎实的耐久性，这个点很重要。是的，然后这一回智能座舱还有这个 VLA 的智驾，它变得更会思考了，更聪明了，或者说带来的直接好处叫更安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维度很重要。那这一回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一会儿发布会期待一下这个上市的价格啊，还有权益，你可以播报一下权益了，我上市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梦琪，加油！希望给到你惊喜，好不好？好的，好的，拜拜拜。好，那接下来我打开我们的这个电动尾门啊，给咱关上。你看，其实说实话，这个方便度真的太大了。而且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我们2个女生啊，我觉得先在这里也致敬一下女性车媒啊。你看，吃啊、喝啊、自驾啊，他刚才说了，杭州自驾到广东，虽然离得也没有太远，但是说实话挺辛苦的，挺辛苦的。那其实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给到像类似于女车媒一样的。无论是女车主还是男车主，可能乘车辛苦，可能驾车辛苦，但是有了我们这一款车，有了我们的 VLA， 可以让您更多的减少辛苦，对，极大的去减缓我们在整个驾驶过程中的这个疲劳程度，可以说是减少疲劳程度，而且。其实，在整个高速驾驶过程中，最大的疲劳程度是你要一直扶着方向盘，让这个车在这个车道上一直走。其实这个过程交给辅助驾驶是最便利的一个过程。对。说到这个的话，你看，如果说开着我们这台车，怎么个可乘可野法呢？里面还能洗澡，你这个改装怎么改的？上面这上面有一个水箱，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朋友告诉我说。那边是梯子，这边加个水箱。加个水箱的话可以打压，打压之后呢，它其实有一定压力的，可以洗澡，也可以去冲刷一些东西，非常方便。所以说真的就是一个。你看，本身我们再来看的话，一辆城市的车的感觉。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想野一把，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这种可能性和想象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和生活方式。是的啊，不同的玩法啊，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我们给到大家不同的态度。而且现在呢，其实像下定，比如说2000抵8000，对不对？还有3000的改装。是的。所以这一次给到大家能省的钱啊，还有非常非常多。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在我们正式发布会开始之前。这是最好的，因为截止到19点30就没有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是的，也就是发布会开始之后半小时就没有机会了。但是我相信发布会开始之后，你认真聆听权益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当然，这都不是关键，还是根据您的想象。我们更多想去跟大家去说的是什么呢？是的，我们的全新蓝山已经从2代到今天智能进阶了。智能进阶不光是这几个字这么简单，是的，而是就像我们刚才最开始去提到的，什么叫做听得懂，什么叫做看得见，什么叫做会思考。那么我们最后达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小蓝光一样，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我们之间互相信任，这不光是对于长城的，也是跟我们蓝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如何更信任呢？就让我们一起发布会见吧！希望让您满意，发布会见。拜拜。
各位媒体朋友、用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魏牌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上市发布会现场。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对今天的发布会主题“初心不改，为爱进阶”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魏牌的初心？好，下面就请大家带着这个疑问，一起进入今天的发布会吧。下面掌声有请本次发布会主讲人赵永波赵总登场。各位媒体老师、用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不是哈佛的发布会啊，我是魏牌赵永波。我猜很多人都在关心，今天蓝山新车到底有什么变化，到底有哪些进阶点？9年间呢，行业风口变了又变，从燃油到新能源，从冰箱、彩电、大沙发到智能座舱、驾驶辅助，很多品牌都在追新，但魏牌呢始终在坚持一个字，那就是真。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可靠，真正的豪华和真正的科技，一切豪华和科技都必须建立在真正安全的基础上，因为没有安全托底，一切豪华一切科技都是空谈。而我呢，作为一个在长城干了20多年的技术老兵，虽然今天是第一次代表魏牌站在这里，但说起来，魏牌从0到1的产品开发，我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所以对于魏牌在走什么路，该走什么路，我心里应该说特别清楚。说白了，就9个字：用科技豪华守护安全。这9个字就是魏牌初心不变的使命内核，也是魏牌9年来从未变过的品牌底色。我认为检验一个品牌真正价值的，永远不是口号，而是工厂里开下来的产品，是用户手里的方向盘，是路上每一个家庭安心的笑容。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所有的关注度都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角，首款搭载 VLA 大模型的大6座插混 SUV， 魏牌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在讲产品之前呢，我想做一个小调研啊。对于辅助驾驶，你是不敢用，还是不爱用，还是特别喜欢用？首先呢，我是那种不太爱用的啊。那么不敢用的，请大家举手。好，那特别爱用的，请举手。不想用的请举手。哎呦，还有很多没有举手的，哎呀，不知道你们是哪一派。谢谢大家的反馈。大家的顾虑我们都懂，不爱用背后其实是不好用，不敢用的背后其实是不信任。不信任一个黑盒子到底在怎么思考，它的下一步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决定换条路走一走，不让机器机械的去模仿人，而是让机器真正的去理解人，用科技打破信任隔阂，带来有人味的辅助驾驶体验。什么是有人味的辅助驾驶体验呢？首先，我们给蓝山装了一颗超强大脑索尔优芯片，它的算力达到了700 TOPS。为什么是700 TOPS？ 因为
VLA 大模型想要在车端长期稳定的流畅运行，以目前的行业技术水平，至少需要500 TOPS。那么多出来的200 TOPS，除了模型持续的升级需要具备足够的参数规模以外，还考虑了用户的心理需求。我们认为，算力冗余不是技术概念，它也是用户的情感刚需。就像家人给你准备雨伞一样，不能只看今天是不是晴天还是下雨，还要多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光有超强的大脑还不够，它还需要敏锐的眼睛和耳朵。蓝山智能进阶版配备了27颗智慧传感器，通过更合理的布局、高效的协同，能够在昼夜交替或雨天等复杂的环境下看得见、听得懂，快速的识别潜在的风险。此外呢，还有2个有关辅助驾驶的小升级，一个是辅助驾驶小蓝灯，它支持双档的智能调节，白天清晰，夜晚柔和。我们模拟了各种的角度，做了很多次验证，最终呢，在我们的蓝山的后视镜的2侧，以及我们的尾灯都安装小蓝灯。这样的话呢，当你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我们4周的车辆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台蓝山正在辅助驾驶模式中。为了让辅助驾驶体验得更轻松，我们给蓝山升级了全新的电容式方向盘。它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再刻意用力紧握，只需要将手轻轻地搭在上面，系统就能够准确地感知到你的在线。当然了，轻松不代表可以放松。在这里，我必须负责任地提醒大家，开启辅助驾驶时，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时刻保持人机共驾，让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了，仅有这些硬件升级还不够，我们还增加了分心提醒守护算法。如果你因为疲劳或者分心没有扶方向盘，系统不会立即的退出，更像是一位细心的副驾，比方说你的老婆，它会分3步来提醒你，从弹窗提醒到语音提醒，最后是打开双闪减速停车。同理呢，我们的分心提醒守护算法还可以通过摄像头时刻关注你的状态，在你偶尔走神的时候，也会轻松提醒，稳住你的方向。这些会沟通、懂提醒、能守护的设计，就是我们说的让科技更有人味儿。更有人味的是呢，我们给这个超强大脑上了一堂生物课。我们教他的不只有严格的规则，还教他理解路况，学会敬畏风险，更像是一位老司机。这就是我们首搭的 VLA 大模型，它让车开始真正的理解世界。首先，它听得懂，有了语音控车能力。在辅助驾驶状态下，你可以直接和它说，在前面靠边停车，它就能稳稳地停下。你还可以说，别让其他车加塞儿，它就能够智能地调节前后车的车距。在高速上，如果你和大车很近，非常有压迫感，你还可以说离大车远一点，它就会灵活地控制超车距离。动动嘴儿就能够控制车，是不是很方便？另外呢，它还会思考，它能够识别雨天、暗光等复杂的环境，以及坑洼路面、积水路面等特殊的道路，并提前减速平稳通过，给行人更好的保护。当系统识别到路边停满车辆时，它不是
只会把它标注为静止的物体，它还会综合的理解它。这可能有小朋友突然跑出来，得提前收着点油门。在盲区很大的路口，它会提前平稳的减速，从小路汇入到主路的时候，它会合理的控速，保证安全驶入。所以我们让 AI 理解世界，让 AI 学会害怕，确保辅助驾驶体验更可靠。此外呢，我们的 COT 推理卡片就像一位能交心的朋友，他会把每一个动作都交代得非常清楚，目的就是让你了解它、懂它，更合理的使用它。它为什么会减速？是因为看到路面的坑洼。它为什么会保持当前的车道行驶？是因为右侧非机动车道上有电动车，或者前方有减速标线等等。所以说，信任就是不用猜。除了以上场景，这种听得懂、会思考、能交心的辅助驾驶体验，已经全面覆盖了我们的高速城市场景，让我们的日常出行更加的安心。口说无凭，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蓝山智能进阶版的实测视频。小雨同学，帮我开车。NOA 已激活。小雨同学，速度慢点。目标车速已减慢。小雨同学，向右变道。小雨同学，帮我靠边停车。向右停靠变道。靠边停车已完成。好，看完以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好，我们相信，真正的智能不是无所不能，而是因为它懂得了害怕，懂得了敬畏，所以变得更加值得信任。这就是我们想给用户的从起点到终点智慧出行全面守护。聊到驾控，行业里都在卷零百加速，但我们在研发蓝山的时候，想的是另一个问题：一家人出行，最需要的到底是那一脚油门上头的推背感，还是那一路从容不迫的底气呢？我们的答案就藏在我们蓝山的 HiFour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里。回想研发 HiFour 的初心，很简单，也很坚定，就是让四驱安全与性能成为守护每一个家庭的标配。就在最近，我们这份初心与实力获得了汽车行业最高级别的认可。长城汽车 HiFour 技术体系荣获了2025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科技进步特等奖。这是该奖项成立30多年来第一次给混动技术领域。可以说，再次奠定了 HiFour 智能四驱王者的地位。那么 HiFour 到底强在哪儿？答案就在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国都江堰。都江堰的伟大，
在于它因势利导、智能调度的哲学，化汹涌为安流，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千年安宁。我们的 HiFi 智能四驱电混技术，就是这一东方智慧在动力系统上的完美呈现。我们的蓝山搭载的是 HiFi 性能版，其中有一项我们特别自豪的技术，那就是全球首创的4档全速域直驱技术。它在路上表现，我用4个词来概括它：跑得省，跑得远，跑得快，跑得稳。我们先说跑得省。HiFi 的省不是让你去将就，而是一种全场景高效率的智慧。它就像一个全能的管家，无论电量的高低，都能够让发动机保持在最佳效率的区间，带来一个最实在的好处，就是城市里优先用电，安静平顺，成本很低。高速长途系统能够智能的切换，油电动力相互间削峰填谷，让发动机始终处于最高效的运转空间，默契配合。这个就是来自都江堰的智慧。即使是亏电油耗100公里也只有6.5升。那么省下来的底气是为了跑得远。蓝山的 WLTC 纯电续航达到了220公里，如果换算成 CLTC 的话，能够达到286公里。它的 WLTC 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43公里，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从北京满油满电直接开到上海，从此带家人出门旅行的时候，你不用再被充电桩束缚，规划行程的时候，大可以只考虑前方的风景，而不是下一个服务区在哪儿。当然，出行路上也需要跑得快。蓝山的0-100加速是4.9秒，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80到120公里的再加速能力。它的满电状态下仅需要3.3秒，动力储备非常的充沛。这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当你在高速上需要紧急超车或者避险的时候，动力能够随叫随到，干净利落。这是一种冗余的快，为安全多留一份底气的快。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是跑得稳。一切快与远都要必须建立在稳的基础上。蓝山的前后双电机布局达到了50:50的黄金轴合分配，再配合我们的 ITVC 智能扭矩控制系统，在过弯的时候能够瞬间的智能的分配前后轴的扭矩，让车身的姿态更稳定，给全家人满满的安全感。在油电切换的时候，由于采用了4档的智能调节，动力衔接非常的丝滑，让你几乎感觉不到顿挫，全程体验就像纯电车一样，非常的流畅安静，让全家人出行体验又快又稳。所以 HiFi 用一套系统满足了家庭出行对驾控的所有想象，省、远、快、稳，这就是4档混动带来的魅力。我们一直坚持3动力系统真冗余的技术路线。目前行业内谁也不敢说自己的电池永不衰减，但是开玩笑的说，如果很多年以后，我们的蓝山依然可以把它当做一台混动车来开，你想想，这何尝是不是又是一种保值呢？刚才呢，我们分别讲了 VLA 大模型和 HiFi 智能的四驱混动技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很厉害，但真正神奇的是，当他们作为技术搭子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会带来更加厉害的奇妙体验。我们把他俩比作在赛车运动中，
的领航员和赛车手。大家都知道，在拉力赛中，领航员负责紧盯路书，而赛车手负责精准的执行、协同的分工、配合默契。我给大家举3个真实的出行场景，你一听就明白了。比方说，在高速上，突然旁边来了一辆大车，压迫感太强，心里发毛，怕它突然变道或者掉东西。这个时候，如果你正在辅助驾驶状态，领航员 VLO 大模型会自动的规划出安全的远离路径，避开大车。几乎同时，赛车手 HiFi 会心领神会，4驱动力瞬间拉满，车子稳稳的、果断的加速远离，给你拉出一个非常安心的距离。如果我们突然遇到暴雨，路面湿滑，这是最考验车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领航员 VLO 大模型可以识别出大雨天气，它会像一个谨慎的老司机，提前把车速控制在更安全的范围。而赛车手 HiFi 则是时刻绷紧神经，一旦某个车轮出现打滑迹象，它就能够瞬间的反应，调整4个车轮的抓地力，防止侧滑和失控，保证行车安全。周末我们去郊游，遇到积水坑洼的路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领航员 VLO 大模型就是你的眼睛，还会在屏幕上告诉你正在减速，前方有坑洼路面。而赛车手 HiFi 就能够凭借我们的 ITVC 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感知车轮与地面的接触状态，立刻把更多的扭矩分配给抓地力强的车轮，轻松的脱困。所以我们的功能不是在单打独斗， VLA 加 HiFi 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技术搭档，一个提前想到，一个稳稳做到，实现了1+1大于2的智慧出行体验。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双保险。聊完开的安稳，我们再聊聊做的舒坦。蓝山升级了底盘阻尼预瞄功能，我们的激光雷达和前向传感器还和我们的底盘做了关联，可以提前看到路面的减速带，快速的调整悬架的软硬。不为别的，就是为让后排的孩子，或者说容易晕车的老人少一点颠簸，多一份安稳。一台称职的家庭用车，驾驶座是司机的，但整个车厢是全家人的。所以在蓝山这里，我们有一个特别轴的想法，车里的每一个座位都必须是能坐人的座位，而不能是凑数的座位。首先要照顾好开车的人。主驾座有通风、加热、8点按摩都给你配齐，还有思想头枕扬声器。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开车也可以是享受。副驾呢，我们叫女神座，静止的时候呢，可以一键开启110度的零重力舒躺模式，配上我们专属的补光镜和储物格，希望它在车里可以随时放松或者从容的补妆。重点来了啊，我们的2排和3排，这里是我们营造家庭感的核心。2排有2个标配电动腿托，独立纳帕真皮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全都有，还有50度的大后仰调节。我们设计了一个 VIP 键，轻轻的一按，副驾驶座椅呢就会瞬间的前移，给我们第2排呢腾出 MPV 级别的舒展空间。小桌板一开，这里就成了孩子的书桌，全家人的零食铺。很多车第3排都很凑合，但是在蓝山这儿必须是能坐能躺，不管是爸爸还是爱跑爱跳的孩子，都能够坐得直，
伸得开腿，长途也不憋屈。我们还为3排配备了独立的 Type-C 充电口和背托。在我们看来，尊重不是排位，关怀不分前后。当然，这份关怀还不分季节。我们给蓝山装上了我们的冷暖的双用冰箱，支持零下6摄氏度到零上50度。夏天可以来一杯冰可乐，冬天呢，你也可以给宝宝的辅食进行保温。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小心思，车里边所有的边角我们都处理得非常的圆润，怕孩子玩闹时磕碰。因为我们觉得，真正的豪华不是你数据有多漂亮，而是这些家人天天用得到、能感知到的细微之处。如果说空间和配置是身体的享受，那智能座舱就是赋予它灵魂的所在。全新蓝山搭载了 Coffee OS 3.4 系统，我们叫它5好座舱，好聪明，好看，好用，好玩，好听。它的核心就是我们的 AI 伙伴小魏同学。他不再是你说一句他回一句，现在他学会了一些察言观色，他可以主动的给你提供服务。比方说冬天的时候，你一上车，当他感知到气温低，便会主动的弹出窗口提醒你是不是要开启加热。如果副驾2排也有人，他也会贴心的同步开启。孩子如果不识字，他可以指着屏幕说我想看那个粉红色的小猪视频，他也能够秒懂。此外呢，我们还借鉴苹果手机的防晕车模式，开发出晕动舒缓显示功能。行车途中如果看屏幕，它能够有效地缓解因感官冲突导致的晕车不适感。而且我们的屏幕还获得了莱茵硬件级低蓝光和无频闪双重护眼功能，好看又护眼。还有 AI 多屏扩画功能，可以把你喜欢的任意图片都能够延展成超宽画面的车机屏保。此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体验，比方说暖心智能车语，支持自定义语音对外喊话，微动手势交互可以实现隔空切割，还有露营模式、小憩模式等10种主题场景，可以一键切换。从平等尊重每一排座位，到聪明体贴的每一次交互，蓝山智能进阶版想为你打造的不只是一台车，更是一个移动的、温暖的、懂得守护家人的智能空间。最后呢，我们必须再谈谈安全，因为这是魏牌的根，也是蓝山的魂。在安全上，我们有个不太时髦的词儿，叫过度投入。我们相信安全没有刚好，只有不够，于是我们就构筑了一套权威的安全守护体系。安全首先要有一个能扛得住的硬身板。蓝山的车身高强度钢和热成型钢占比81%，关键部位热成型钢能够达到2000兆帕。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能够承受20吨的重量。我们就是用这些材料打造了一个高强度的拢式车身。特别是最容易忽略的第3排，我们专门保留了266毫米的缓冲区，更配备了2.7米超长的侧气帘，确保全员全方位的保护。对于电池安全，我们的标准就一个：超标满足。模拟碰撞测试的加速度，我们是国标的2倍以上；延误腐蚀测试的时长，我们将近国标的5倍；热扩散观察时长，
我们是国标的12倍；进水时长，我们是国标的96倍。我们做的所有的过渡测试，都是反复验证，在任何极端情况下，这块电池都必须是整车最坚固、最稳定的部分。说到硬核安全，我相信大家都还曾记得，就在去年，我们的蓝山成功完成了中汽中心的行业首个高架桥坠落挑战。从十几米高的桥上落下，车身结构依然完整，很好的保全了车内的生存空间。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再来感受一下它。车辆已到达现场，各部门开始准备工作。您好，出发车内 SOS， 请问是发生事故发生紧急情况吗？请问现场有没有人员受伤？需不需要帮您呼叫救护车、交警？车附近还有人在吗？听到可以回应我一下吗？得不到回应，尝试联系您的手机。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车辆的整体结构非常完整 ，A 柱、B 柱、C 柱、D 柱都没有发生结构性形变，而且车辆的门把手第一时间弹开，车门可以正常打开，保证车内成员第一时间逃生或得到有效的救援。车内的约束系统都正常工作，ECO第一时间介入并呼叫了救援，车辆的双闪也正常的打开。电池并没有发生明显的病变，电池包未起火、未爆炸、未冒烟，燃油系统未发生泄漏。当然，我们更希望事故少发生或者不发生，所以除了被动的硬扛，蓝山更要学会主动防护。除了已经上车的 AEB 自动紧急制动能力外，我们计划在明年的第2季度推送 AES 自动紧急避让系统和 RAEB 系统。它的目标不再是撞了怎么办，而是如何聪明地帮你避免碰撞。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从自动刹停到主动避让，蓝山还有超过30多项的主被动安全配置，集合形成了一套前后左右的全方位智能预警和防护网。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有呼吸健康安全以及数据隐私保护等等。这里呢，我就不在这里扩展了。魏牌用9年时间，以过度投入的偏执，为每一位用户打造全维安全守护体系。安全不是豪华的配置之一，
是所有豪华得以安放的基础。聊了这么多蓝山的技术和功能，但蓝山到底好不好用？最终的评价权呢，在我们的用户手里。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2组特别的车主来到现场。首先呢，欢迎我们的第一组家庭马冲马先生一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冲，是开蓝山的舒克，这位是我老婆。大家好，我叫马欣，台下还有我们家2个儿子。今天全家人一起参加这场发布会，我们真的打心底里开心。在成为蓝山车主之前，我们家开的是一辆轿车，没有孩子之前觉得挺够用的，可自从有了2个孩子，每次全家出行都很犯愁。你们想，孩子的安全座椅一装，再加上玩具行李，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连个缝隙都没有。后排更别提了，2个孩子挤在一块儿，转个身都费劲。去年我们从江西开车回家，整整10几个小时的路程，2个孩子在后排打打闹闹，没有消停过，累了想躺一会儿也没有地方。到最后这2个小家伙也疲惫得不行。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必须换车，而且得换一辆让我们全家人坐的舒服的6座车。作为一名直升机的飞行员，我平时对飞行安全非常重视，对于车辆的安全呢，也可以说非常关注。选车的时候，我看过数据，看过测试，看过口碑，也花了更多的时间呢去看其他车主跑了几万公里之后的反馈。刚才播放蓝山高架桥测试的视频呢，我之前也看过。我相信，一个对用户生命安全较真、对安全有执念的车不会差。所以，我当时在想，我家的下一台车应该就是蓝山了。对，蓝山确实是唯一一辆让我们一家4口全票通过的选择。我记得第一次去展厅，我们家老大一看到蓝山就拉着我的手喊：“妈妈，我们就买这辆吧。”孩子的直觉总是纯粹而直接的。当时我看中的是蓝山的第2排独立座椅，它可以让这2个小家伙各自安安静静的看一会儿动画片儿，玩一会儿玩具，再也不会因为抢位置闹别扭。长途出行的时候，他们累了就能躺着休息，我的先生呢也可以专心驾驶。当时我们就决定就是它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家有2份安全，一份在蓝天是对我先生飞行的绝对保障，一份在蓝山是守护我们全家出行的移动堡垒。现在蓝山已经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不仅给了孩子们宽敞舒适的独立空间，也让我们全家出行呢变成了一种享受，更有实实在在的安全配置，守护了我们对2份安全的期盼。每次带着孩子坐进车里，看着他们在后排嬉笑打闹，安心入睡，我就知道我们选对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最幸福的样子。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马先生。谢谢。那么我们迎接第2组家庭，一名来自浙江的英语老师林苗苗林老师。大家好，我是魏牌的蓝山车主林苗苗，在网络上我的 ID 是布欧吃草莓。我是一名英语老师，我的老公是一名心内科的医生。
本来计划是我们俩是一起来的，不过他手术排得太满了，必须得坚守岗位。我还是很高兴还能来参加本次发布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我和我的老公呢，始终都有一个观点：爱既是2个人的事，更是未来一家人的事。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写下了无数个关于未来的计划，期待着有一天开着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车去自驾游，去新疆看独库公路的4季，去西藏，去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看雪山，看藏羚羊，不用做太多的旅游攻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因为我的老公本硕博连读，一直忙于学业，这么一晃10年就过去了。今年夏天他终于毕业了，我也有了假期。一开始对于选择买哪辆车时，我们都纠结了好久，大5座、大6座、增程、混动，各种选择眼花缭乱。直到遇到了蓝山，空间、安全、智能化、4驱性能、长续航，哪都合适。我俩一眼就相中了，就它了。于是在今年夏天，我们开着蓝山，带着我们家里的狗狗泡芙，从杭州出发，完成了一场超过15000公里的自驾旅行。我的朋友们都说泡芙是最幸福的小狗，玩过的地方比他们还多。在新疆，我们经历了沙漠的酷热、山路的蜿蜒、草原的辽阔；在西藏，我们见识了巍峨的雪山、旷野的自由。这一路上，蓝山真是一个坚定又可靠的伙伴，把我们稳稳地带到了大学恋爱时曾经梦想到达的地方。它的4驱动力来得又顺又有力量，除了戈壁公路，我们也试着在沙石地里面撒欢。真没想到这样一台城市 SUV 也可以表现得这么给力。更让我们满意的是，它可以让我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不用再担心景区周边昂贵的房价，也不用局限于每天必须要开到哪里。拥有蓝山就等于拥有了一台自由的小家。每次住在车里的时候，那种电量充足、温度适宜的安心感，都让我们坚信这辆车选得太对了。蓝山承载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能够到达远方，更是我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感知。它装下了我们对未来所有的向往，更用它的可靠守护着我们关于未来更大更远的梦想，让我们敢于和最爱的人去探索世界的辽阔。最后，我也想对所有的蓝山车主们说，我们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蓝山故事都在路上。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咱们路上见。谢谢林老师。感谢2组家庭的分享。听他们讲述的时候，我就站在一旁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车才能吸引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向往远方的探索家，是专注当下的守护者。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敢于出发，对家庭充满责任，稳于守护。他们选择蓝山，是选择了一种价值观，一种把家人安稳地放在首位，对生活品质有追求，对可靠和安全绝不妥协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这份必须做好的执念可以追溯到品牌的诞生之初。从最早的微微系列开始，9年坚持，一刻未松。而这份坚持源于一个更早的更重的承诺。今天作为长城汽车2025年的收官之场，我想没有比重温那份承诺的起点更能说明我们为何出发。请看，用自己的姓命名一部车，
却不是为了名声。让一个习惯了拿捏分寸的人自满也难，因为对自己，我永远都觉得还有余地。别人说是谦虚，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但这一次，我决定让自己站在前台，不留退路，赌上一些不该赌的珍惜。人也变得更加严厉，不通人情。有人觉得我太偏执，沉迷于这样那样的细节，但我知道，要做好一件事，必须身体力行。魏不只是一部车，更是一个开创者。从魏开始，豪华不再是那些浮夸的炫耀。从魏开始，安全成为一切豪华的前提。而从魏开始，更多的人能把豪华握在手里，把要说的话都放进车里，坚定地走在前面。这支片子无论看多少遍，每次都让我心潮澎湃。9年前，魏总做了3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第一，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姓氏命名的汽车品牌。第二，他第一次喊出了安全是一切豪华的前提。第三，他把自己的声誉毫无保留地压在了这份承诺上。令我敬佩的是，不只是9年前那一刻的勇气，还有9年里每一天的坚守，是面对无数风口时对安全底线的偏执，是在追求豪华与科技时对可靠2字的不妥协，是把一句承诺变成60多万个家庭真实信任的漫长征程。所以，我想，此刻看完这支片子，最有感触、最有话想说的，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而是那位用自己名字许下诺言，并用9年光阴带领我们一路把它变成现实的人。下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魏品牌创始人魏建军先生，有请魏总。这支片子呢，很多年没看过了。这支片子也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啊。魏牌走到今天，应该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研发团队，我们长城的员工，我们媒体朋友们，也有使用魏牌这60万用户们，也应该感谢使用长城汽车的1400万用户。我在这儿呢，
代表长城的所有员工和管理者们对你们的信任关爱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实际上，今天呢，来到这个现场啊，也是想跟大家讲讲魏牌的故事，也就是它是如何诞生的，它这一路走来遇到了哪些困难和困惑，和未来长城和魏牌未来的发展。大家，尤其是媒体朋友们，对这个长城汽车的这个 H8这个事件，我觉得大家还记忆犹新。还有 H9，当年呢，因为 H8定到了24万、25万，那个时代呢，我们还有6、7万块钱的车，当然那里边有轿车，还有小型的 SUV。实际上呢，由于价格带拉得比较大，我们的一个美国的老先生，他叫爱丽丝，他是定位理论、聚焦理论、品类创新的发明人。由于他的合作，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还在为我们做咨询，来到了我们长城汽车，就讨论起这个我们哈佛这个价差，而且呢，他早有一个想法，给我们提这个建议，说由于价差，将来呢，哈佛就作为一个经济型 SUV， 你应该有一个专属的较为高端的这个品牌。他建议呢，说国外有这个奔驰他们都是用，包括福特，用个人名字命名的。他问我，中国你敢这么做吗？上听完之后我就眼前一亮，这个就觉得押上这个姓氏，是吧？用自己的姓氏或名字，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在历史上很多大品牌都是用个人的姓氏和名字来命名的，因为它代表着担当，代表着勇气，代表着有问题不回避，它是一种信用的表现，是一种信用的表现。所以当下我就欣然接受。他呢，这位老先生，他早有准备，拿起笔来
就给我写了这个 WEY。他说我给你准备好了，他这个字儿是我给你造的，在单词里边没有，也不会侵权，而且这个称呼发音还非常好。所以说，在那天呢，我们还讨论了啊，说前标用什么？由于我是保定人，保定也有特别深厚的历史。明朝、清朝，这都是大都市，尤其是大清。那时候我们保定，中国有2个直隶，一个是南直隶，就是南京；北直隶就是我们保定。实际上，保定这个地方管辖区非常之大，山东、河南、山西、内蒙，这儿也出了很多的直隶的总督，都非常有名，比方说李鸿章等等，太多了。所以我们呢，我们这个总督府的，在我小的时候那有2个旗杆，这是保定市的标志。所以说这个标就立起来了，它象征着保定市的那个大旗杆，也是保定人的情怀。而且呢，我们特意把老的英文写在那个标下边，抛听。而且作为一个保定人呢，对家乡的这种情感，对我幼年时的这种印象，所以我身为保定人，能生在保定、成长在保定、发展在保定，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所以我们把所有我们保定的元素，当然我也是保定原装的，土生土长的，魏牌呢就这样诞生了，就这样诞生了。由于走高端路线嘛，这个我们就重新对产品做了定义，统一了这个产品的造型的外饰内饰的 DNA。我们第一台车就是 VV7、VV5、VV6，可以说第一台车上市就非常顺利这几台车推出之后，年销过10万。至今，这个 VV7，我们这个 VV5、VV6、VV7，至今呢，我们在公路上看到的时候，造型依然惊艳，用惊艳说非常经典，这个造型。所以说，那一代车给我们很多用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呢，也有在公路上出现意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的影像资料，就是安全放到了第一位，放到了第一位。实话说发展过来，我认为
也走了很多的坎坷之路。当我们第二代进入这个新能源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动力因为第一代车都是燃油车，第二代车我们就规划了这个纯电，它有纯电动力，有混动，有 PHEV， 而且呢，第二代车是在21年上市。就想呢，遇到这个新能源时代，我们就把名字进行了改名。但是改名呢，我们认为到现在也不能说成功，也不能说失败。我们一度，我们那个拿铁至今还在出口欧洲。我们那个混动是 P2 架构的，尤其是在德国，它有极好的高速的驾驶的这个稳定性。21年之后，在座的朋友们，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就发生了太多的变化。21年之后，很多现象就出现了。可以说，像我们长城这样的公司，一直是以技术出身，没有任何的包装、渲染。我们一上市，就出现了大量的攻击我们这个魏品牌，什么摩卡、拿铁，而且从21年年底我们上市的，22年更加严重的就是价格战，价格可以说内卷就极其加剧了。所以我们那一代车呢，卖的不温不火，不温不火。平台上、舆论上的大量水军，价格战的这个恶意内卷，这种现象、这种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我记得我在22年，我说，因为那是痛斥这个水军，我说长城要是赚不了钱，中国的汽车企业谁都赚不了。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产业太多的主机厂被资本裹挟，至今我认为被资本裹挟的汽车公司占比还是非常之大。一旦被资本裹挟，整个这个公司的价值观就不是在造车，是在玩金融、玩资本。大家都清楚啊，这个
我这2年也经常的出境，经常的发生。这个人们也给了我不少外号，是吧？什么魏大炮，什么怼网。你想，我们都是同行，这种不良现象背后这点逻辑，玩的这种投机倒把，我们不清楚吗？所以，实话说啊，我们有很多媒体，包括我们公司的管理者、我们的高层，对我这个发声，刚开始都不理解。长城为什么不打价格战？价格战最后带来的什么？价格战带来的完全是对用户的伤害，对社会的伤害，对产业的伤害，对国家的伤害。所以我们连续这几年啊，我认为这个价格战至今并没有转变，还一直被资本绑架。我们出现了大量的我们都看不懂的，但是我又认为非常卑鄙的事儿。0公里二手车，0公里二手车骗取了国家的补贴，拿了国家的优惠，而且还出了口。我们长城我们要严格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要不忘初心，我们要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而奋斗。对那些不良行为的，一定要说不，而且要严厉的说出来，要宣传出去。魏总牛逼！实际上，我们长城汽车大家都清楚啊，我们长城是不缺技术的公司。你说动力，所有的动力形式我们都有，而且都是领先的，所有的动力形式。你还是座舱还是支架，我们都是头部。我们长城不是一个缺技术的公司，而且我们长城一直就对技术全部都叫过度投入。你不管是人才，我们在保定，我们疫情之前500多名的外籍人员在保定。我们长城可以吹个大话啊，也是事实。我们的实验手段和装备堪称奢侈的，是中国最全最多、集成能力最强，这些我们都不缺。我们长城可以说
在这个内卷的这个时代里边，我认为也是个受害者。我们从来没主动打过价格战，所以呢，我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啊，我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践行者，也是受益者。所以我们守住底线。我们魏牌啊，应该说，它未来的发展，甚至长城的未来的发展，刚才我讲了，不缺技术，不缺产品的创新，我们的品类是最全的，结构性是最好的。啊，事实也证明，这么多年，我们长城这个技术思维、工程师思维还非常的严重。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长城一直在销售汽车的公司，我们只会卖车，卖给别人，不会搞营销。即使今天我们这魏牌的蓝山还有魏，依然卖的还是产品，卖的是产品力，并没有营销力，也没有品牌力。未来长城汽车应该怎么走？走向何方？我认为每一个公司技术，我认为从来不是个壁垒，实验设备也不是壁垒，质量严格的讲也不是什么壁垒。你的品牌价值和品牌护城河在哪儿呢？我认为是只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能为社会、能为用户全面担当的价值观，才是品牌壁垒。所以说，长城汽车我们要不忘初心，要为用户的产品质量、用车质量、维修质量，甚至二手车的保值率的质量，我们会完全的负责到底。我们要向那些真正靠产品质量、靠产品信誉、靠长期思想、靠用户为用户打造更加有价值的，而且能够让用户安心放心用车的那个方向，我们一定要负责到底。所以说，今天啊，这个发布会，我来到现场，就是想给大家表个态，看我们长城今天我们这个承诺，是吧？是不是像今天这所讲的？我相信，在这么多媒体的见证下，也在我们广大网友和用户的见证下，我们长城汽车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承诺奋斗到底。谢谢大家。
作为新任负责人，我在此呢也做一个承诺，未来在技术上为安全较真，在产品上为安全死磕，在服务上为用户护航。在公布价格权益之前呢，我想再用2分钟和大家一起快速的回顾一下我们这台蓝山智能进阶版。作为首款搭载 VLA 大模型的大6座插混 SUV， 它有一颗超强大脑的 VLO 大模型，让辅助驾驶更有人味儿。它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HiFi 智能4驱电混技术，跑得省，跑得远，跑得快，跑得稳。VLA 加 HiFi 2个黄金技术搭档，也再次解锁了多种智慧出行场景。此外，我们的座舱安全体验也进行了大幅的进阶，特别是 AES、RAEB 主动安全也即将 OTA 上车。此外呢，我们准备了灵活的配置方案供大家选择。4驱 Max 版标配 44.5 度的电池，4驱 Max 加版电池容量提升到了 52.3 度 ，WLTC 综合续航达到了1343公里。4驱 Max 版和4驱 Max 加版支持选装黑武士专属套件，4驱 Ultra 版标配黑武士专属套件等等，豪华科技体验一步到位。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大家最为期待的价格环节。蓝山智能进阶版的价格是4驱 Ultra 版32.68万元，4驱 Max 加版31.18万元，4驱 Max 版29.98万元。不知道大家认为价格怎么样啊？我看大家反应不够激烈。为了回馈广大信赖我们的用户，我们还准备了限时换新现金权益。现在下定，享现金补贴5000元，保险补贴4000元，增换购补贴15000元。最终，蓝山智能进阶版的限时换新价，4驱 Ultra 黑武士版30.28万元，4驱 Max 加版28.78万元，4驱 Max 版27.58万元。还没完啊，我们还有购置税补贴权益，2025年12月31日前，2025年12月31日之前下定并锁单，购车所产生的购置税将由我们魏牌全额兜底。此外，还可享受至高20万3年零息金融权益，以及升级无忧礼和用车无忧礼等丰富的权益。新年将至，愿这台满载着诚意与智慧的全新蓝山，能成为你送给家人也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魏牌蓝山，初心不改，为爱进阶。谢谢大家。各位媒体朋友、用户朋友们，到这里，本次魏牌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上市发布会已接近尾声。感谢各位嘉宾亲临现场。我们希望惊喜不仅在产品，更在你和全家人拥有的每一步。愿魏牌蓝山为你守护每一次出发，带你抵达每一份向往。谢谢大家，我们后会有期。